味道还行吗？好尝尝。雪家，想跑？等，轻点！你们是官府的人吧？你不是官府的人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住山里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从山里来的？我昨天去山里打野鸡，在山里看到和你肩膀上一样的叶子。少爷好眼力，反正让你们抓住了，要杀要剐，随便来吧。把眼睛睁开，谁要杀你？我们又不是强盗。强盗？呸！你们连强盗都不如。反正这个村里都死了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我还正愁着怎么下去找我爹娘呢。大兄弟啊，所以你是青山村本地人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就是青山村土生土长的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看着也不像是衙门的呀。我们的确不是洛县县衙的。啊？那你们是路过的呀？你们这几个人胆子也太大了，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啊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是个鬼村，特别是到了夜里啊，那飘来飘去的都是鬼，一不小心的话，就会被鬼抓去的啊！你就瞎扯吧！快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心爷爷揍你！哎，这可是我家呀！你们跑到我家里来，还问我是谁？哎，你说这是你家？啊，我叫王贵，是这个青山村的人。反正这个村里的人啊，都死得差不多了，还有一半都跑了，就剩下我了。是就剩下你们吧？哎呦，我说你们几个外乡人管这么多干嘛呀？你看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这个村啊不吉利，你们时间待久了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小结巴，关门。哎，等！大哥，你不能谋财害命啊！我家里真的是没有值钱的东西了，要不你把那箱子拿走吧。你老实点儿，王贵。哎，我问你，青山村究竟为何死了这么多人？还有多少人是活着的？蔡文是真是假？那些官府的人大半夜的，装神弄鬼的在田里找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敢回家？水塘里发现的箱子里装的这些石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反正不是坏人。总之，这是我们青山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们几个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是跟我们无关，反正死的又不是我的亲人。王贵，我听说你的父母都死了，想必是跟这个蔡温有关系吧？倘若真的是天灾也就罢了，但若是人祸，难道你就不想给那些死去的父老乡亲们讨个公道吗？大哥，你让他先把我给放了，我不跑。坐着说吧。哎，
这是天灾，也是人祸啊。此话怎讲？大哥，我们世世代代就在这生活，一直以来都是平安无事，打猎种地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可就在半年以前，村里来了一个怪人，这厄运也就来了。走啊！请问一下，这前面可是青山村啊？是啊，没错。这村子里面可有住的地方？我可以多付些银两。哦，我是一个卖货的，和朋友约好在此碰面，一起去进货。不想他前几日有事给耽误了，所以呢，我想在咱们村子里住下，等他几日。啊，是这样啊。那你呀，到村东头啊，去打听打听，那儿啊有个驿站。对啊。好，多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你慢点啊，这路可不好走啊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大哥，啊？你说呀，奇怪吗？哎，他离县城这么近了，他为什么要在咱们村落脚？哎呀，刚才那大哥不是说了吗？他又等个朋友在这住上几天，这又怎么了呀？切，走了走了，干活去了。给我吧。哎呀，又出去了啊！慢走啊！哎，酒来了。谢谢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这人在咱们村子也住了不少日子了吧？哎，他那朋友怎么还没来呀？等什么朋友？他说你就信呀？啊？不当朋友，他干嘛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啊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人啊，可能是个逃货郎君。什么叫逃货郎君？哦，我听说过，就是发死人财的那种人吧？啊？挖坟掘墓啊？哟，那可是个损阴德的买卖啊！可是我没听说过咱这附近有什么大的帝王陵墓啊。哎，是没有。后面那座青山看到了吧？啊，以前啊，山上有个青山寨，总瓢把子叫顾青山，当年那可是横行绿林的人物啊。不过后来被官府抓住砍了头，被抓前他放了一把火，把整个山寨都烧掉了。之后官府来追查，据传闻大批的金银财宝全都不知去向了。哦，也对啊，这玩意儿啊也烧不坏。哎，是不是顾青山事先就藏起来的？那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我听说当年这顾青山有可能没死，据说是买通了衙门，找人顶了包。真的啊？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吧，大家都在传说顾青山当年的财宝都藏在这附近了。真的假的？真有宝藏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从来没有人找到过。县里面那些大官，还有地方上的乡绅，不知道组织了多少人马，搜了多少次山，可就是没有找到。那你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就从来没有发现过吗？没有。当然，村里也有想发财的人，都去山上找过，可是也没有找到。直到我们发现这些箱子。这些箱子都是你们发现的？当时里面装的就是石头？这哪是石头，这都是货呀！没有啊。哎，好。
山就上山呗，还挂着一篮灯笼，看得我直瘆得慌。哎，王哥，我听老人们说过，挂这种蓝灯笼就是为了找宝贝，是吗？啊，走吧走吧，哎，小心点。走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啊，这是我前几次从麦乡带的货，因为同伴生病了，所以埋在这个地方。你的意思是，上次你一个人拿不走，这次你一个人就可以拿走了？行了，你别废话，你就是来挖宝贝的。怎么可能啊！你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哪里会有宝贝啊？这真是我埋的货。行了行了，我说大哥，咱们呢也没别的意思，你挖出来就挖出来了。但是不管是天上掉的，还是地上刨的，咱们既然看见了，怎么也得分一半。对，一半，一半，一半一半。其实这个东西啊，你们拿来没用，不如这个实惠。哎，我们兄弟啊，还真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呢，就需要这些不实惠的。哎，行了，王哥，别跟他啰嗦，看看不就完了？对，打开看看，兄弟，这可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啊？怎么不行？哎，那就休怪我不客气。干！住手！别走！别跑！站住！你跑得快！来，兄弟们，快来看看！啊！然后你们就把箱子抬回来了。啊，我们连箱子都没打开，就直接把箱子抬回来了。当时村里都知道我们得了宝贝，全惊动了，都到家里来看。那你们在箱子里面发现了什么东西？还能发现什么呀？不就是几块石头吗？你们打开箱子的时候，里面装的就是石头？可不是嘛，害死人了！哎，当时我们一打开箱子，发现全是石头，就恨不得当场把箱子给砸了。可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万老爷子说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让我们赶紧把箱子藏起来，不能对任何人说我们找到了这些箱子。”我们当时也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啊。可是我们还是听他的，把那些箱子都沉到池塘底下去了。快！走！可是没想到，这件事情还是惊动了官府。没过多久，官府就派人来调查了。官府的人怎么知道？嗨，大概是那个逃火郎君不甘心，所以告状了。可不是嘛！官府的人来了以后啊，对我们是好一顿盘问。可是我们听万老爷子的话，打死也不承认。
就说这货呀是被逃货郎给拿走了。官府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也就走了。那之后呢？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顾青山给这些石头下了咒语，村里就开始出事了。你说的是蔡温？对，先得病的是万老爷子，但他倒是年纪大了，我们也没往别处想。后来又有几户人家生病了，我们才开始觉得不对劲儿。再后来，万老爷子在临死之前，让他的孙子拿着锣鼓满村的敲，让我们赶紧走，马上走，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可是蔡温这种东西，闻所未闻，这你也信啊？哎呀，当时不是人心惶惶的，谁会去想那么多呀？生病的生病，死的死的，逃的逃，我们这个村子就这么没了。那你为何还留在这儿？这事儿是我们3个人闯的祸，如果要遭报应，也应该是报应我们呢。我们不能逃，我们不能再连累他们了。那你们之前就一直待在山里啊？是啊，这地里的菜我们也不敢吃，只能在山里打点野鸡、山兔什么的。刚才我看到我的老房子飘起炊烟来了，我以为是我爸妈的鬼魂回来给我做饭了呢。虽然我知道不可能，但是我还是想回来看看。你们一直住在这附近，就没有看到一些提着灯笼找东西的人？有，那都是衙门附近跑腿的。他们前段时间找的是石堆和田里，后来找的是家宅和坡上，估计过段时间应该要进山了。王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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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别怕，没事，什么人？没事。王大哥，没事，他们是谁？我们是东相府衙门的。前一阵，你们青山村的村民逃难到我们那里，我知道了蔡温的事，所以前来办案。这真是东相府衙的？是。你们都是本地人，又目睹了案件的全过程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破案。大人，我们一定配合。如果能查出真相，真的有人要害我们的话，我们3个兄弟就是拼了性命，也要为乡亲们报仇。是，没错。如此甚好。吉儿，立刻回去集结人马，尽快赶回青山村抓人。是。明天我会和爹还有沈大哥去青山村抓人，到时候你自己留在家里，好好陪陪娘。相公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放心吧，到时候沈大哥会跟我们一块儿去，不会有事的。哦。可是，相公，你到时候去，我怕。我都说了让你放心啊，傻丫头，你相公我不是那么好打发的。对了，相公，我看沈大哥一直在衙门办案，也没见他回去探望爹娘，就算再忙，也应该回去看看吧。沈大哥没有家。相公，你又逗我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家啊？哦，这件事我也是听我爹说的。沈大哥他们家以前是乡绅富户，书香门第的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一起惨案。
要出来，也不要出声，知道吗？后来爹剿匪来到村里，进屋搜查时听见动静，这才发现了沈大哥。爹见他小小年纪便遭此大难，又孤苦伶仃一个人，就把他带回家，还收他做了义子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些坏人真是该杀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只可惜到最后都没有抓住人。啊？怎么可能？也许当时的匪徒都是行伍出身，又是蓄谋已久，下手极其狠毒利落，见人就杀，都是一刀毙命的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。这也太可恶了吧！那些坏人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那是一定的，而且还是你沈大哥亲手了结的。啊？不是没找到吗？慌什么呀？那都是后来的事了。沈大哥来到我们家也不爱说话，爹爹见他总是想心事，便问他有何打算。沈大哥说要学武，将来要替爹娘和乡亲们报仇。爹爹便给他请来莫师傅教他武艺。长大后，沈大哥做了捕快，一日听闻了他仇人的踪迹，他一人独闯山寨，手刃仇人。这怎么弄得一身都是血呀？这谁知道？太好了，如此说来，沈大哥算是报了仇了。只可惜还是让那个为首的跑了。一直没找到吗？没有，一定会抓到的。我听我娘说，沈大哥以前不怎么爱说话，一直不哭不闹的，就像他现在这个死样子。直到有一天他手刃了仇人回来，才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大哭了一场。当时的声音差点把房顶的瓦片都给震碎了。沈大哥心里也是苦的吧？哎，爹娘怎么不给他掌门亲事，好好照顾他呀？怎么没照顾啊？照顾很多次了。可是他说一定要找到那个匪首，才开始做打算。那就请菩萨好好保佑沈大哥，一定会抓到那个坏蛋的。你这么想？嗯。我猜沈大哥也是这么想，所以他每次听到有盗匪的案子，都像飞一样的跑。可是这么多年，匪首还是没有抓到，别的犯人倒是抓了几大筐，以至于那些穷凶极恶的人见了他都怕。沈大哥身上有些英气，这好人见了吧，心里踏实；坏人见了吧，是有些害怕的。切，英气？什么英气啊？那我呢？我身上都有什么气啊？相公身上啊，小气。小气？什么小气？你看，我就夸了沈大哥一句，你就酸溜溜的，你说你是不是小气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小气。相公别闹了，相公，哎，别闹！啊，别跑！相公，老爷，一路小心一点。相公，夫人，你要注意安全啊！行吧。早些走。一路小心点啊！这样。
大人，尸体已经验过，正如大人所说。金儿，在，今晚拿人。是。少爷，你回来了。少爷，你回来了？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啊，我是骑马回来的。少爷，你是找邵夫人吗？她没在家，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嗯，一定是去买菜了。我去接她。哎，少爷，不是，是有人请邵夫人喝茶去了。刚出去一会儿，估计还早着呢。喝茶？什么人约她？好像是方府的大小姐。方瑶？知道去哪儿了吗？哦，紫竹茶园。哎，邵夫人，那个方小姐过来找你干嘛呀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吧，搞得神神秘秘的。哎，邵夫人，你真的是待嫁过来的吗？幸好嫁过来的是你，要不然我们就没有那么多好吃的饭菜了。哦，原来你只喜欢我做的饭菜啊？当然不是，我更喜欢邵夫人你啊。那你是喜欢我呢，还是喜欢我做的饭菜呀？都喜欢。邵夫人人好，菜又做得好吃，没有比邵夫人更好的了。就你嘴甜。哎，邵夫人，我听说紫竹茶园一般人是不能随随便便进出的，都是些才子佳人呢。我一直想进去，可没机会。看来我们莲儿也想嫁人了呀。哎呀，邵夫人，你又笑我。好了，走。好。邵夫人，你看这茶园还挺大的。是啊。哎，我们去里面看看。二位姑娘不是紫竹茶园的常客吧？可是受人邀请了，能否拿名帖一看？啊，原来是方小姐的客人。姑娘沿着这桥一直走，绕过荷花池尽头那座亭子便是了。走吧。少夫人，你看，掉那么多叶子。哦，看到了。你那句诗呀，不知道妃字，看这是相当精妙。这个呢？少夫人，那些人怎么不看我们呀？大概我们是新来的，看着面生。哎，少夫人，你看，这儿的人怎么都穿一身素白，搞得跟守孝似的。别乱讲，别人听了不好。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句子，还是少夫人穿的好看。小姐他们来了，你看他们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方姑娘，是沈夫人。方小姐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？我们先坐下说吧。我听爹爹说，你在东相府无亲无故，我呢闲来无事，就在这消遣。你若是有空，也可以常来，一起喝杯茶，如何？我们家少夫人忙着呢。莲儿，本来就是嘛。你不是很早就说要来这儿吗？快去走走看看吧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少夫人，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。晶儿，去陪莲儿逛逛，吃些果子。是。去吧，
方小姐，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吗？嗯，真好看。方姑娘，你最近过得可好？可有什么难处？难处？没有啊，爹爹和娘都对我挺好的呀。那沈公子呢？他有没有为难你？他呀，他很好啊。少爷，歇会儿，少爷。这紫竹茶园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，把你急成这样？这个紫竹茶园就是那些文人骚客装模作样的地方。装模作样？就是说啊，这个树上掉个果子，他都要苦恼半天那种。这树上掉个果子，为什么要苦恼啊？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？就是吃饱了撑的。歇够没有？歇够走了。少爷，方姑娘，叫我一勺就行了。我当时不知道我爹原来是找了个人替我去成婚，要是早知道，我是定不会答应的。哎呀，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没什么的。再说了，方员外把嫁妆都原封不动的给我了，我也不算吃亏啊。那怎能一样？我爹这件事办得实在是太糊涂了，早知如此，我宁愿自己嫁过去，也断断不能耽误你的一生呀。这没什么的呀，嫁进沈家是我的福气。再说了，爹娘和相公都对我很好的，你就不要再隐瞒了。虽说嫁夫随夫，但若他真的不好，你也早该为自己做些打算呀。啊？那日在巷子里，你也看到了他那个样子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如此放肆，那平日在家中岂不是更加不堪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你！我想活动活动筋骨，可不可以啊？小心我们走！这就是个流氓，下三滥！我们走。哦，相公平日里还好的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不好了！少爷在外面跟人打起来了。相公回来了啊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知道，估计是小结巴说的吧。门口的人死拦着少爷不让进，也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少爷不爱听的，就打起来了。那快走！公子，公子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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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公子，相公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哎，小姐你别去，小姐别去，这人粗鲁得很，要打人的。不是让你在家好好陪着娘吗？跑这种地方做什么？老远闻到一股酸气，一个个连袋米都扛不动，冲什么大丈夫？有能耐上阵杀敌啊！谁惹你生气了？对妻子要又敬又爱，怎可如此粗暴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妹妹，你跟这野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一番好意，我看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报。娘子，他们是何好意啊？方小姐问我过得可好，是否有什么难处？那你过得可好？我过得很好啊。你不能说你过得很好，他们不爱听的。为什么？我本来就过得很好啊。他们想听到的是你过得多么不顺，我多么不上进，对你多么粗俗，这样他们才能想法子帮你，才能彰显他们的仁义圣德。陈勇，这东相府谁不知道你的底细啊？好好一个姑娘跟了你，能好过吗？你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豺狼虎豹似的。当初我娘子怎么嫁给我，你比谁都清楚。现在反过头来做好人。再说，豺狼虎豹有什么不好？狼
总比狗强。男人不做豺狼虎豹，难道要做鸡鸭鱼肉、猪狗牛羊吗？怎么这么粗俗啊？就是啊。算了，没空理你们。肚子饿了，娘子，回家做饭。哎，等等，这样的话，你打我就白打了啊！我要到衙门去告你去。孬种，有种打回来！被人打了，说要去报官，你不如回家找你爹哭啊！我不管你们什么竹园、笋园，你们风花雪月你们的，不要来打扰我。这是我娘子，你们一大堆男人把我娘子拐进来，还不让我进，别说我打你，我就算烧了你们的园子，你们去官府也没地方说理。哎，这人怎么这么太没素质！妹妹，你好意想补救，可他们不领情，你又何必费心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少夫人，他们不是要我们来喝茶的，是想拆散你和少爷的。对，莲儿，还是你机灵。外人。不可能会这样啊！方小姨，这是坏人，是一定有人物之心嘛？是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偶遇到沈勇几次，见他粗暴无礼，我怕方姑娘会受什么委屈。另外，当时方姑娘会嫁给沈勇，也是我爹的错，我只是想补救一下。哎呦，这样，方姑娘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过得很好。相公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我过得很好，也很知足。我不怪你和方员外，反倒还要谢谢你们。娘子，你这么说是要怄死他们呀？说了多少遍了，他们不爱听的。不管你讲的多真，他们都以为你是碍于面子撒谎骗他们。可是，不要可是了。总之，这是我娘子，以后你们少找她麻烦，不然。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样？这么粗鲁？怎么说话呀？就是个恶霸。对呀，这人简直太极了。妹妹，哪有这么说话？你别再担心那姑娘了，你尽力了。太过分了，有你再苦啊，那都是她自找的。他就是个恶霸。真香，相公尝尝。少爷，你刚刚那一招真带劲儿，男人嘛就要那个样子。那些人为什么要说少爷对少夫人不好啊？这就叫以己度人。就好比说我喜欢吃绿豆馅的，看你吃红豆馅的，我就觉得你特可怜。哎，我以后绝不找个念书人，书呆子。沈勇呢？方员外，方员外，你让他出来！是，你关上，你不能进啊！让他出来说清楚。沈勇，你给我出来！少爷、少夫人，你出来说清楚。就说，怎么了？方寿老爷子来咱们府闹了，说是方小姐回家就病了，茶园里边的人都说是你给吓的。我几时吓过他了？夫人已经到前厅了。说来也奇怪啊，这方员外是出了名的胆小怕事儿，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着了，还不依不饶的。这方小姐该不会真的病很重吧？哎，不会吧？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病了？再说了，少爷也没吓唬她呀。对呀，谁知道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行，我去看看。娘子，我也去。你就别去了，不然到时候他又诬陷你。哎，小结巴，你跟我去吧，一会儿回来报信儿。哦，走吧。沈勇呢？叫他出来。他到底对我们家闺女说了什么？我们家瑶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定与他不罢甘休。娘，方员外。沈勇呢？你叫他出来。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那么多人，
就是想要拆散少爷和少夫人呢。有这种事？不会，绝对不会啊！我们家瑶儿不会拆散人家的姻缘的。是吗？那我请问方员外，倘若永儿对一韶不好，她在家中受尽欺凌，你跟方小姐又要如何呢？你们究竟是何种心思？一韶过得不好，那也是你们将她推入火坑的。如今一韶过得很好，我对这个儿媳妇也甚是满意。你们非但不庆幸，还跑过来纠缠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这夫人，这不是瑶儿病了吗？我是一时心急。您先别急，我与方小姐分开之时，她还好好的，并未受到惊吓。你们可曾请人看过？看了，也没看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吗？哎呀，夫人，我的这事儿办得有些唐突，对不起啊！告辞了。娘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估计那方员外也是一时急糊涂了。儿啊，这人心古怪，有的时候为了某些事情会愤愤不平，特别是那些从小一帆风顺的人，有时候很难理喻。所以呀，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往心里去。只要永儿对你好，你高兴，这便够了。要是永儿对你不好，你告诉娘，娘会打断她的腿。我知道了，娘，我不会胡思乱想的。那就好，去吧。娘子，怎么样？那老头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没有，娘好厉害呀，几句话就把方员外说得哑口无言的。那是啊，娘发起火来啊，爹都害怕。相公，你觉得那方小姐会不会是因为别的事儿才病的呀？有可能啊，那个方瑶一天到晚不食人间烟火清高的样子，谁知道是不是哪路神仙遇难了，找他来帮忙？你还有心思说笑？万一那方小姐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不知道别人怎么编排你。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编排我呢，只要娘子懂我就好了。别闹！怎么了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我一会儿要出门，如果出门看到了谁，谁就死定了。快跑！杨太医，如何？太子妃的脉象并无异常，只是不知为何极其微弱。之前我也看了太医们开的药方和食单，并无什么不妥呀，怎么就不见好转呢？莫非杨太医也无良方？殿下，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容老臣一些时日查阅医典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哦，那便有劳杨太医了。殿下，你还可以差遣一些人手四处查访，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办法。好，谢杨太医。好，那老臣就先行告退了。送杨太医。请。殿
下又专门派人去西京为我请回老太医杨大人。殿下为我费心了。你别说话，静心养神，听我说便是。我知道你想让我宽心，可你这般状况，我岂能安适稳坐？快来看，好玩的呢！爹，干什么呢？爹爹，这是什么粉啊？这就是骨粉。哎，你们看。有光哎，会发光啊！是啊，我让工匠把这些石头给切开了。爹爹，这是玉石吗？你猜？哎呀，爹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，我们坐着说吧。这件事啊，还要从顾青山说起啊。他有个嗜赌的毛病，平时赌钱、赌马、赌擂台，有的时候甚至说句话都要打个赌。后来他迷恋上了最刺激的赌博方子——赌石。赌石是什么？哦，在常年盛产玉石的地方，人们挖到石头便当场收买。石头打开，如果是一块上乘的玉石，便是发了财；如果是块普通的石头，便算是赌赔了。可是我们之前看过当地的地方志啊，青山村主要是以泥石丘陵为主，他们根本就不产玉石啊。不错，顾青山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，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被官府抓到，而这些财宝又无处可藏，一定会被官府没收的。所以，他就把这些财宝全部换成了赌石。哦，那如此说来，这些石头很值钱了。只可惜啊，他换回来的这些根本就不是玉石啊！不是啊，那他岂不是亏大了？我找那些工匠问过了，这些石头不过是普通的金石，很不值钱的。不过是赌石的人用来骗外行人的。哎呀，可惜啊，枉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好汉，到头来白干一场。更可惜的是，为了这几块烂石头，死了那么多人。这石头跟蔡温有关系啊？当时的桃货郎被王贵他们赶走之后，便一直怀恨在心。后来，他把这事情告诉了洛县的知府衙门。大人，小人本想把那些宝物挖出来，献给官府，但那些刁民不但抢去宝物不说，还把小人大打了一顿。大人，你一定要替小民做主啊！大人。好，好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替小民做主啊！大人。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！喜从何来啊？大人有福，若能将这些宝物寻来献与太子，大人您岂不是可以高升了？苏派人搜查青山村。是啊。妥了。黄鼠狼没偷着鸡，找狼告状，有意思啊。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人可笑又可叹。他们派人一直在那蹲守，左等右等，不见村民拿石头去换银子。后来这个师爷便给洛县县令出了一个好主意。大人，
说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把此事奏报了太子，到现在东西没找来，万一太子怪罪下来，怎么得了啊？大人，即使找不到，您也别着急，不妨等那些人自己出来找大人。自己出来？哎呀，接着说呀，卖什么关子？大人，您想，几个山野刁民拿着这些宝物有何用？既不能吃，也不能喝。对呀，所以他们只能卖了，变成银两。他们要卖，自然不就出来了。哎，话虽这样说，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卖呀？万一他不卖，岂不是戏弄太子吗？大人，您别急，他们不卖，原因无非有二：这一嘛，现在风头正紧，他们不敢卖；二嘛，那些村民现在手头有银子花，所以不缺钱，自然就不着急了。接着说，说下去。大人不妨把衙役兵丁全数撤回，留下人暗中监视。至于钱嘛，他们不缺，让他们缺就是了。你说的是征税呀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！税赋于大人官商要紧，也不会立竿见影。不如那村民没银子花，是指抢他们银子了？是让田里的作物绝收。啊？这什么鬼主意？让作物绝收，那挨饿的不只是村民，整个洛县的人吃什么呀？那简直就是荒谬至极啊！那菜死了，人吃了不也死了吗？为了他们的仕途和私利，老百姓的死活又何足挂齿？一开始，他们也没想到会死人。这个师爷有一个郎中朋友，他会些歪门邪道的本事。他给了师爷一包药粉，让他撒在水里，一浇菜，这菜准死。这个师爷也是个半吊子，他没想到会吃死人。师爷想试试有没有用，就在很小的几片菜地里面撒了一些。我知道了，那些小菜地都是在那些村屋旁边，都是农民自己吃的，都不是拿来卖的。所以后来但凡吃过菜的人都相继病倒，死去。就为了这么点事情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师爷得知死了这么多人，知道事情闹大了，就赶紧回去报告。洛县的县令也慌了。都是你做的好事儿，东西没找着，还惹上些麻烦。大人，看来这事瞒是瞒不住了。大人，倒是还有一个办法。说。大人，现在人是死了，剩下的纷纷逃亡，早就有这传言，何不趁着机会把假作真？说这才文天灾也是难免的。你就算这一关过了，太子这边怎么交代呀？大人，你放心，现在村子已是人去屋空，也正好让我们里外好好翻翻。现在只能如此了，去办吧。是。哎，大人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好，好，好，快！哎呀，这下好了。
石头是假的。假的？你说什么？并不是什么宝物。假的！你再给我看看，看看！大人，这真是假的。假的！这就是你说的宝物，几块破石头，你把本官害苦了。来人，送他上路。是。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这里面有诈呀！大人，这宝物肯定还在的呀！大人，赶紧说。大人，这不是我当初埋的那些宝物。这肯定是那个村民把真的宝物藏了起来，然后拿这个假的来糊弄大人您呢。您可千万不能上当。大人，他们这是用的障眼法呀。我但愿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要不然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大人，小人万万不敢呐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东西怎么找？我们找宝物的时候，都是用那个烧骨粉来找。那个逃火郎君呢？还活着吗？在大牢里压着呢。那个县令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不该把他留下来。现在好了，人赃并获了。那这案子就应该结了呀。我已把奏折派人送到京里，相关人犯都已收押，等圣旨一到就开刀问斩。只可惜，这些百姓死得太冤枉了。那些村民知道自己的亲人死于别人白白的贪恋，岂不是要难受死了？我已经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如何？还能如何？人死不能复生，除了抱头痛哭，还能干什么？无论如何，案子破了也是好事儿。爹爹和沈大哥这几日很辛苦，我晚上做些菜，我们好好吃一顿。相公，你说好不好？那感情好啊！这几天吃干粮，吃得我口都淡了，正好可以打打牙祭。那我先回去准备着。方小姐，妹妹回来了。姐姐找我可有什么事儿？我听方员外说你病了，怎么不好生歇着？哦，是我自己身子弱，前几日不小心着了风寒。一勺妹妹，我有几句话想与你说，不知……那我们进屋里说吧，站在外边小心凉。不必了，我出来也已经许久，就几句话，说完便走。哦，那姐姐请讲。娘娘，您就吃一些吧，再这么下去，身子吃不消的。怎么，还是吃不下吗？杨太医开的方子，每日可有吃吗？每日2次都不曾落下。杨太医还吩咐御膳房，让每日都换些新鲜的菜吃。可宫里的御膳房简直无用，居然连一种可口的菜式都做不出。殿下莫要生气，
御膳房已经是尽心尽力了，是玉儿自己吃不下，哪能怪得了别人呢？可如此下去，你这身子怎么受得了啊？母后去世后，我身边能说得上话的人，便只有你一人。我绝不允许你出任何意外。玉儿会一直陪着殿下，玉儿还要等着看殿下君临天下的那一天呢。娘子啊，洗澡啊？怎么不进屋里看啊？多黑啊！哦，外面凉快。哦，娘子啊，不如一块儿洗啊？相公讨厌。相公讨厌。相公还看书呢？书都反了，这样看着不累啊？你还装？这样看书眼睛不疼吗？相公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去啊？天热，燥。
相公，你回来啦？嗯。你不是看书吗？哎，不看了，看你，你比书好看。相公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啊，那你说吧。今天晚上我出去的时候碰见方瑶了。啊？他又想干嘛呀？没完没了啊！他说之前是他不好，想请我们吃个饭赔个不是。你答应了？嗯。像他这种人，三番两次的找麻烦，不理他就罢了，何必答应呢？他之前那样做，不也是不清楚你的为人吗？那既然他现在知道错了，哎呀，相公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你为何突然之间为他说好话啊？我想之前他是想看我过得是否如意，也是出于好心。再说了，那天我看了他画的画，画的全是些山水花木，笔触清雅脱俗，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人，必定也不会坏到哪儿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人最坏了，看似表面附庸风雅，其实一肚子坏水啊。相公，你不是也学学问吗？那你这样说，不也是在说你自己吗？我跟他们不一样啊，我还练拳呢。那，你到底去不去嘛？去呀，你都答应了，能不去啊？娘子，我们不如早点休息吧。娘子，圆房吗？哎呀，那等我出息点了再圆房。哎呀，我又没说你不出息。我是说再出息点。哎，那好吧，等我再出息一点了，你告诉我。快睡吧。